要说这康雍前3代最让老百姓嚼舌根的，还得是那点关起门来的私房事儿。您说这雍正爷一辈子勤政，怎么就偏偏对那个长得并不出众的钮祜禄氏高看一眼？真的是因为小乾隆聪明吗？我看未必。这里头藏着一出足以让您惊掉下巴的狸猫换太子和申公婆媳斗。德妃为什么到死都不肯承认雍正这个亲儿子？钮祜禄氏又是如何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里，硬生生从一个卑微的格格，熬成了享尽富贵的太后？您别以为这是戏文，这真实的宫廷博弈，比那电视剧里的《甄嬛传》还要辣眼睛，还要扎心。今个咱就聊聊这清朝顶级的公公、婆婆、儿媳妇和孙子是怎么在那方寸之地斗出了一场旷古绝今的博弈局。话说这大清朝的紫禁城，在那红墙金瓦底下，最不缺的就是那虚头巴脑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您要是真想听点掏心窝子的实话，还得往那深宫后院最背阴的角落里寻摸。今个咱这第一回不聊开疆拓土，也不聊那是是非非的折子，咱就盯着那康熙年间永和宫里的一碗冷掉的燕窝粥，给您各位剥开一层皮，瞧瞧那皇室人伦里最扎心、最没处说理的母子博弈。这天底下当妈的，哪有不疼儿子的？可偏偏在这位后来威震天下的雍正爷胤禛身上，这母子情分打从他落生那天起，就凝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那时候的乌雅氏，也就是后来的德妃，身份可真不算高，撑死了就是个负责端茶倒水的围房格格，借着康熙爷偶尔的一回兴致，这才怀上了隆重。可您得知道，在大清后宫那个讲究出身门第的职场里，身份低微的生母是没有资格亲自抚养皇子的。这胤禛刚一落地，还没来得及在亲妈怀里吃上一口热奶，就被康熙爷一摆手，抱给了身份尊贵的佟家氏贵妃抚养。这一抱走的是母子连心的那股子热气儿，留下的是一辈子也填不平的冰窟窿。您各位试想一下那个画面，年轻的乌雅氏跪在冰冷的青砖地上，眼睁睁瞧着太监把那团襁褓里的肉球抱出了宫门，那宫门关上的咯吱声，是不是就像刀子划在心尖上？这时候的他心里头那是恨，是怨，还是怕？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职场里，他得先活下去，得往上爬。没过几年，这乌雅氏果然争气，一肚子一个准，接连生下了后来的14阿哥胤禛。可这回不一样了，这时候的她已经成了德妃，有资格自己带孩子了。这小14是在她膝头上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会说话了先喊的是额娘，会走路了先抓的是她的衣角。而那个在大位子上的胤禛呢？他在贵妃宫里锦衣玉食，见着乌雅氏得按着规矩叫一声德妃娘娘，行的是主仆一般的礼数。这种隔阂，就像是您在单位里，明明是您带出来的徒弟，结果人家认了总监当干爹，回头还得管您叫小张、小李，您心里能平衡吗？这德妃的心，在日复一日的偏爱里，慢慢就偏到了嘎吱窝里去。咱们把镜头再往细了推到那永和宫的内室里。有一回，已经成年的胤禛去给德妃请安，这画面您细细品。胤禛这孩子打小就心思重，性格孤僻，不爱说漂亮话，进了屋子那脊梁骨挺得直直的，像根戳着的冰棍。他恭恭敬敬跪下叩头，嘴里说着吉祥话，可眼角余光却瞧见德妃正拉着小14的手，在那儿亲昵地问接个想吃什么点心。德妃瞧见大儿子进来了，那原本笑得跟花一样的脸，唰的一下就收住了，眼神里那种热乎劲儿瞬间结了冰，淡淡的说了句：“坐吧，难为你还记得过来看一眼。”您听听，这话里藏着多少冷刀子？这在职场里就是最典型的冷暴力。胤禛坐在那儿，手撑着膝盖，
指甲盖儿都快掐进肉里了，面上还得撑着那份皇子的体面。他看着桌上那碗给14准备的冒着热气的燕窝粥，再看看自己手边那盏连茶沫子都没撇净的冷茶，那一刻，他心里那个被抛弃的小男孩其实一直在哭。这种偏心可不仅仅是少给一口吃的，少给一件衣裳的事儿。在夺嫡的那场职场升职加薪大逃杀里，德妃的表现简直是把亲生大儿子往死里推。按理说，谁家当妈的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可德妃不，她是一门心思要把小14扶上马。每当康熙爷夸奖胤禛办差稳当、性格坚毅的时候，德妃总要在旁边悠悠的来一句：“这孩子性子太急，怕是难成大器，还是14性情纯良，更像皇上。”这哪里是亲妈说的话？这分明是在老董事长面前给竞争对手上眼药呢。这种背刺比外头人的明枪暗箭要疼上10000倍。胤禛在那一刻怕是早就看透了，在这个家里，他永远是个多余的局外人。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勤勉，在德妃眼里都是一种鸠占鹊巢的挑衅。他越是表现的优秀，德妃就越觉得他是在抢本该属于小14的光彩。咱们再深挖一层，这种母子关系的变异，其实折射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德妃出身不高，她的一切地位都来源于康熙的宠爱和儿子的未来。在他的逻辑里，14是他亲手打造的嫡系产品，而胤禛则是由于历史原因被重组出去的坏账。他怕胤禛真的上台了，会报复他当年的冷落。他更怕由于胤禛的存在，让他的宝贝14丢了那把通往最高权力的钥匙。所以他拼命的制造矛盾，拼命的在2个儿子之间划清界限。有一回大冬天的，胤禛在外头办差受了风寒，回京头一件事是去永和宫报平安。德妃不仅没问一句身体好些没，反而责怪他办事太狠，连累了14在朝堂上的声望。胤禛当时就站在那风口上，看着满园的落雪，心里大概也下起了一场终年不化的雪。他突然意识到，想要得到这份母爱，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掌控权力，让那个曾经抛弃他、冷落他的人不得不向他低头。这种心理扭曲，直接导致了后来雍正登基时那种近乎病态的报复性尽孝。您看，雍正当了皇帝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德妃尊为皇太后，可德妃是怎么回礼的？他拒绝搬进太后该住的慈宁宫，他说他没那个命，还说这皇位本来就不该是胤禛的。这在全天下人面前，无异于给了新皇帝一个响亮的耳光。这就好比您费尽心机当了 CEO， 想请您老妈上台剪彩，结果老太太当着全体员工的面，指着您的鼻子说：“这位子是你偷来的。”这种杀伤力足以摧毁一个男人最后的理智。咱们瞧见的是雍正那张冷若冰霜的脸，可谁瞧见了他在深夜里对着永和宫方向那声长长的叹息？他这一辈子在外头跟兄弟斗，跟大臣斗，赢了天下，可在那方寸之地的母子情分里，他输了个精光。这其实就是咱现实生活里最扎心的写照。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家里也有个偏心的心结，总觉得那个懂事的、出息的孩子是应该应分的，反而把所有的心思都贴在那不争气的小儿子身上。您觉得是为小的好，实际上您是在那个优秀的孩子心里挖坑啊。雍正后来的刻薄、寡恩、猜忌，其实都能从这一碗冷掉的燕窝粥里找到源头。一个从未被温柔对待过的人，你指望他登基后能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他在职场上的那股子狠劲儿，其实都是为了填补内心深处那个名为缺爱的黑洞。他拼命的批奏折，拼命的整顿吏治，其实潜意识里还是想做给那个人看，瞧瞧，我才是那个最强的，你选错了。
可是直到德妃咽气的那一天，他也没给过雍正一个肯定的眼神。那场临终前的母子对峙，没有哭声，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德妃临走前拉着的是14的手，嘴里念叨的是14的安危，唯独没看跪在龙榻前穿着明黄龙袍的那个男人一眼。这一场长达40年的拉锯战，最后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收了尾。雍正赢了名分，却彻底失去了灵魂深处的那个母亲。咱们总说人生如戏，可这出戏里的每个人都苦到了骨子里。德妃苦于他的执念，雍正苦于他的渴望。这紫禁城的深宫，见证了多少这样的人伦惨剧。咱们接个聊这一段，不是为了骂谁，是想让大伙明白，这人情世故里的第一道关卡，往往不在外头，就在自家那张饭桌上。你若是没处理好那碗粥的温度，可能一辈子都焐不热那颗原本赤诚的心。讲到这儿，您各位可能要问了，既然这生母靠不住，那这雍正又是怎么在那个步步惊心的职场里，靠着那个同样身份卑微的儿媳妇钮祜禄氏，实现人生的惊天逆转的？那个在永和宫里连口热茶都喝不上的落魄皇子，又是如何在那场名为10亿的生死局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除了算计之外的一丝暖意？这一丝暖意，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另一场更高级的权力博弈？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这一段关于母子兵列的戏码，您各位听得还顺耳吗？有没有勾起您身边那些个陈年往事的回忆？这其中的深意，咱还得慢慢咂摸。这回的主角，就是后来那位被电视剧眼神了的钮祜禄氏。您各位先别想那大红大绿的旗装，也别想那满头的珠翠，咱得把这镜头往回拨个几十年。那时候的她，可不是什么说一不二的皇太后，她就是个刚满13岁，顶着个格格名号进府的受气小媳妇。您咂摸咂摸，这格格在亲王府里是个什么概念？说好听了是主子，说不好听了，那就是个连名分都没有，连月例银子都得看大丫鬟脸色的高级打工人。那一年的京城雪下的紧，小钮祜禄氏进府的时候，连个正经的红轿子都没有，是从侧门悄默声的被抬进去的。那时候的雍王府，那是谁的天下？那是嫡福晋那拉氏的地盘。这位福晋可是个狠角色，端庄大方的让人挑不出刺儿来，可那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劲儿，在这京圈里也是出了名的。钮祜禄氏进府的第一天，得去给福晋敬茶。您各位细细品这个画面，这小姑娘穿着一身旧的发白的嫩绿旗装，手心里全是冷汗，在那冰凉的青砖地上足足跪了半个时辰，才等来福晋的一句起吧。福晋那时候连正眼都没瞧他，只顾着跟身边的妈妈议论哪家的绸缎缩水了，把他晾在那儿，就像晾着一盆不值钱的吊兰。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新人入职下马威。没人教你规矩，也没人告诉你该坐哪儿，大家伙儿都当你是透明人。这种冷暴力比直接扇你2巴掌还要摧残人心。可这钮祜禄氏，他不是一般人。他出身虽说是名门之后，可到了他爹那一辈，早已败落的只剩个虚名，这就注定了他是个有危机感的草根。他在府里住的那屋子，离主院远的恨不得要走半炷香的功夫。屋里头那火盆子里的炭，尽是些烧不出火、光冒黑烟的次等货。换作是那些娇滴滴的小姐，怕是早就哭天抹泪的找家里人诉苦去了。可他不，他就生生给忍下来了。每天天不亮，他就规规矩矩的去给福晋请安。福晋不说话，他就低头立在那儿，像个泥塑的菩萨。府里的奴才们瞧着主子不待见他，也跟着踩低爬高，送来的饭菜总是凉的，冬天的被褥薄得透光。他呢，就在那冰窟窿一样的屋子里，一针一线的绣着花，脸上永远带着一种近乎呆滞的谦卑。
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高阶的手拙。他知道自己没靠山，没宠爱，甚至连脸蛋儿在这一院子莺莺燕燕里都不出彩，所以他选择了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把自己藏起来，藏到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没威胁、没存在感，连想对付他都觉得是浪费力气。这种冷板凳的日子一坐就是好几年。您想啊，雍正那时候正忙着在朝廷里跟太子、八爷党博弈，那心累得跟什么似的，回到家哪有心思去关照一个木讷不爱说话的小格格。他在外头受了康熙爷的排挤，回到府里也是眉头紧锁，在那院子里走来走去，路过钮祜禄氏的小院，估计连停都不会停一下。钮祜禄氏就趴在窗户缝里偷看，他瞧着这个男人的背影，心里琢磨的不是怎么去勾引他，而是怎么在这个阴森森的王府里活下去。他观察福晋的喜好，观察其他侧妃的手段，他发现那些急于出风头的、爱撒娇闹脾气的，最后都没好果子吃。于是他更安静了，安静的就像是王府墙角的一块砖。这种钝感力是他给自己筑起的最后的一道墙。在那个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不被关注，有时候就是一种最大的保护。这期间有个极细小的细节，足以看出这女人的心机。有一回王府办家宴，钮祜禄氏被安排在最末座，那儿连灯光都照不到，大家都争着抢着给雍正敬酒，说些讨喜的俏皮话，唯独他在那儿自顾自地吃着一盘已经凉透了的白斩鸡，吃相斯文，眼神清亮，不争不抢。那一刻，雍正无意中扫了他一眼，心里大概想的是，这府里竟然还有这么个安静的人。这种反向输出在心理学上叫留白效应。在大家伙儿都拼命往身上贴金贴粉的时候，你这儿一尘不染，一脸平和，反而能在那一瞬间击中那个疲惫男人的心。但他也就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多留，因为这时候的雍正还没到需要这份安宁的时候。咱们再说这府里的生活，那真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肉搏战。福晋那拉氏对底下的女人管束极严，动不动就以规矩为名罚跪罚抄。钮祜禄氏从不抱怨，甚至连那些罚抄的经书，他都用最端正的小楷写得一丝不苟。你以为他是真虔诚？不，他是借着抄经的机会，练就了一副波澜不惊的心肺。他知道，在这深宅大院里，最不值钱的就是眼泪，最值钱的就是吻。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从这冷板凳上站起来，且一辈子再也不用跪下的机会。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咱们现代职场里那些平时不显山不漏水，每天按时上下班，从不参与办公室八卦的老实人。大家都觉得他们好欺负，可真到了公司大裁员或者高层地震的时候，这种人才往往是那个笑到最后谁也动不了的定海神针。这段时间的钮祜禄氏其实是在进行一种自我的原始积累。他不积累金银，他积累的是对这个男人的了解。他知道雍正喜欢冷色调，喜欢安静，讨厌奢华，他就把自己的小院打理得跟古庙似的肃静。他不学那些侧妃去研究腌制水粉，他去研究怎么熬制止咳平喘的药膳，去研究怎么把粗茶淡饭做得更有滋味。这种准备看似无用，实则是精准打击的前奏。您瞧瞧，这哪是个10几岁的小姑娘，这分明是个深谙博弈之道的顶级棋手。她在这府邸的边缘，用孤独当磨刀石，把自己磨得越来越利索，却偏偏要把那锋芒藏在一副憨厚老实的皮壳子底下。后来啊，这机会总算是来了，但这机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用半条命搏出来的。咱们下回要聊的那场失意，就是钮祜禄氏人生的转折点。在那之前，他在这王府里活得像个影子，没人疼，没人爱，
连亲妈那边都没法给他助力。可就在那个所有人都怕死、都往后躲的关头，这个平时被大家伙笑话是闷葫芦的格格，却突然爆发出了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能量。这不仅仅是救了一个男人，更是救了他自己此后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这钮祜禄氏的开场，是不是给咱老百姓提了个醒？当您身处逆境，当所有人都瞧不起您，当您在职场里只能坐冷板凳的时候，千万别急着蹦跶，也别急着自暴自弃。您得学学这位钮祜禄格格，把那股气儿往肚子里沉，把本事往骨子里练。只要您这根基扎得够深，那风暴来的时候，别人都被刮跑了，您就是那尊屹立不倒的泰山。这哪是讲历史啊，这分明是教咱们怎么在没牌的时候，硬生生憋出一对王炸来。话说这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可有时候老天爷偏偏爱给人出难题，把您逼到那悬崖边上，看您是往下跳，还是硬生生抠着石缝爬上来。这第3回，咱得聊聊这大清朝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职场豪赌，也是钮祜禄氏这辈子最豁得出去的一回。那是康熙49年的夏天，京城里头闹了一场邪乎的10疫，也就是咱现在说的传染病。这病来得快，去得更凶，染上了就是上吐下泻，整个人脱了形，那是连太医都摇头晃脑，不敢打保票的死局。偏偏这时候，咱那位正处在夺嫡漩涡中心，成天愁得睡不着觉的雍王爷胤禛给染上了。这时候的王府是什么气象？那简直是马蜂窝里捅了一杠子，乱了套了。那些平日里打扮的花枝招展，嘴上说着愿为爷去死的侧妃格格们，这时候一个个吓得跟缩头鹌鹑似的，把院门关得死死的，生怕那病气儿隔着墙头飘过去。甚至连那位一向端庄的嫡福晋，也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府里那一大家子老小，不得不在这隔离的事儿上拿捏分寸。这哪是生病啊，这分明是一场关于人性底色的突击考试，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在那一碗纨绔汤药和一声声病榻前的咳嗽里，全给现了原形。就在这全府上下都把那主屋当成阎王殿，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那个平时连话都说不全，在那冷板凳上坐了快10年的钮祜禄氏突然站了出来。他没声张，也没去求福晋开恩，就那么挽起袖子，提着一包简单的行头，悄默声地推开了那扇透着死气沉沉的房门。您各位细品这个画面，屋子里昏暗的紧，空气里全是那种让人作呕的药味和病气。胤禛躺在那儿，整个人烧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的都渗出了血丝，哪还有半点往日里皇子的威仪？他这时候看人的眼神都是散的，那是真的在鬼门关前头徘徊呢。钮祜禄氏进屋后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哭，也不是喊，而是先用温水浸湿了帕子，一点一点抿开他那干裂的唇瓣，又把耳朵贴在他胸口，听那微弱的心跳。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危机公关的定海神针。当所有人都在撤退的时候，你一个人逆着人流往里走，这不仅是胆量，这更是对未来最狠的一次投资。他守在那病榻前，一守就是几10个昼夜。您各位闭上眼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外头是盛夏的蝉鸣，屋里是闷热的死寂，他要亲手给这位高权重的男人擦身、翻背、接排泄物。这活累不累？累是次要的，最可怕的是那种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每一声咳嗽，每一滴汗水，都可能让他也跟着掉进深渊。可他就像是着了魔，不眠不休，眼珠子熬得跟兔子似的通红，原本就瘦弱的身子骨，在那半个月里硬是给熬得只剩一把骨头。他不让奴才靠近，所有的药他都得自己先尝一口，试试温度。有时候胤禛烧糊涂了，在那儿胡言乱语，喊着康熙爷的名号，
喊着兄弟们的算计，钮祜禄氏就那么紧紧攥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在他耳边轻轻念叨着宽心的话。这种陪伴已经超越了寻常的男女之情，这是一种在绝境里的利益共同体。他心里清楚，这个男人要是倒了，他在这府里，在这大清朝就彻底没了根；这个男人要是活了，那他就是他这辈子欠下的最大的一笔人情债。这种拿命换明天的投机，其实折射出一种极度的清醒。钮祜禄氏知道，靠美色他斗不过年氏，靠家世他比不上福晋，他唯一的翻身仗就是这千载难逢的生死局。在这漫长的黑夜里，他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最深刻的心理锚定。当一个人在最脆弱、最接近死亡的时候，谁守在他身边，谁就是他的全世界。雍正那样一个多疑、冷酷、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男人，在那神志恍惚的间隙，感受到的是这双粗糙却温暖的手，闻到的是这个女人身上那种淡淡的、并不名贵的体香。这种印记是刻在骨子里的。等他后来身体慢慢转好，第一眼睁开，看见的是这个已经形容枯槁，连齐头都歪了的小格格，正趴在床沿儿上打盹，手里还死死拽着他的衣角。那一刻，我想雍正那个铁石做的心，一定是裂开了一道缝，让这抹阳光给照了进去。这事儿要是放在现代公司里，就是那种公司欠了巨债，眼看要倒闭，所有高管都跳槽了，唯独你一个小职员变卖了家产给公司补窟窿。等公司缓过劲儿来，成了行业巨头，你说这老板能不重用你吗？这就叫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钮祜禄氏这碗药，喂下去的是苦汁，收回来的是这辈子最稳当的权势。可您以为这就完了？不，这女人的高明之处还在后头。等雍正彻底康复了，府里那些躲起来的小主们又一个个抹着脂粉凑过来了，这个送补汤，那个送荷包，那叫一个热闹。钮祜禄氏呢？他竟然又悄悄退回了他那个偏僻的小院，该绣花绣花，该请安请安，一句话也不多说，更没在雍正面前表过一次功。这种失了拂衣去的劲头，反而让雍正心里更不是滋味，总觉得欠了他天大的恩情。这叫欲擒故纵的最高境界。我不说我辛苦，但我要让你一看见我就想起那段差点没命的日子，让你一闭眼就能想起我那双熬红的眼。这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得有股子狠劲儿，对自己狠，才能在机会来的时候抓得住，对利益狠，才能在得手之后放得下。钮祜禄氏用这半个多月的生死相随，硬生生把一个在王府边缘徘徊的路人甲，变成了雍正心中那个在患难中唯一可以交付己辈的人。这不仅是婆媳斗、后宫争的开端，更是大清朝接班人问题上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因为就在这场大病痊愈后没多久，那个承载着大清未来希望的小生命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爷，就在这死里逃生的喜庆氛围中悄然降临了。大家伙都说这孩子是天降祥瑞，是带着福气来给亲爹冲喜的。可您各位细想想，若是没有钮祜禄氏那半个月的舍命相救，哪来的这福气？哪来的这盛世的接班人？所以说啊，这世上哪有什么平白无故的运气？所有的有福之人背后都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咬牙坚持。钮祜禄氏这一局搏的是命，赢的是命。他用那双端药的手，不仅拨开了雍正眼前的死气，也拨开了自己这一房头顶上的阴云。当弘历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这个在冷板凳上坐了10年的女人，终于等到了她人生中第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她看着襁褓里的孩子，再看看身边那个眼神里终于有了温度的男人，心里大概明白，这大清朝的博弈局，他已经拿到了那张最关键的入场券。
话说这世间的富贵荣华，有时候真就跟那6月里的天气一样，说变它就变。钮祜禄氏靠着那一碗碗苦药汤子，硬是从阎王爷手里把雍正给拽了回来，这功劳大不大？那是泼天的功劳。可在这步步惊心的皇家职场里，光有苦劳和功劳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吗？非也。这最要命的一环，还得看您能不能给老板生出一个接班人来。就在这雍王府大病初愈、百废待兴的当口，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开了。那位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被传言说命硬的钮祜禄氏，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下了一个带福气的胖小子，也就是后来那位风流倜傥、活了89岁的乾隆皇帝弘历。可您各位先别忙着贺喜，这孩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没招来满屋子的祥瑞，反而招来了一场延绵300年，至今还没争论清楚的身世罗生门。这事儿咱们得往深了挖。话说康熙50年的8月13，狮子林里头那是蝉鸣阵阵，热浪袭人。就在这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日子里，小弘历落生了。可这民间有个传闻，说这孩子压根儿就不是钮祜禄氏生的，而是雍正从海宁陈家借来的一个男孩，把自己亲生的闺女给换了出去。您各位先别急着说这是野史瞎编，咱得站在雍正当年的那个职场处境里，替他分析分析这背后的博弈成本。那时候的雍正在9子夺嫡的局里，正处于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期。康熙也老了，看重的是什么？是第3代，是能不能后继有人。这时候的雍正正急需一个能让老爷子眼前一亮的顶级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基因优势。如果您是这时候的雍正，眼瞧着福晋生不出儿子，侧妃生的儿子又不怎么灵光，这时候要是真生了个闺女，那在康熙爷那儿的分数是不是还得往下掉？这种职场晋升焦虑，有时候真的能让人做出最疯狂的决定。咱们把镜头推到海宁陈家的后花园，据说那陈阁老家也正巧在这天添丁，生了个大胖小子。这雍正爷当年跟陈家私交甚笃，2家孩子生在同一个时辰，这不就是天赐的良机吗？传说雍正派人把陈家的孩子抱进王府赏玩，结果送回去的时候，这孩子就从男孩变成了女孩。陈家那是明白人，知道这是掉脑袋的皇家秘辛，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您各位细品这个逻辑，为什么乾隆一辈子4次南巡，偏偏每次都要住在海宁陈家的余园？为什么他在陈家的时候总是流露出那种超越君臣的亲昵？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老板对某个供应商好的过分了，背地里肯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利益交换或者身世纠葛。这哪是旅游啊，这分明是这位实权老人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源头。可话又说回来，要是咱站在那个冰冷理性的职场逻辑上分析，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操作风险实在是太大了。雍正那是何等严谨、何等猜忌的人，他会为了一个未知的将来，把大清江山的血脉交给一个汉人孩子，这不符合他那种铁血孤臣的人设。所以另一种真相可能更扎心，这个孩子确实是钮祜禄氏生的，但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场精密的政治策划。您想想，钮祜禄氏在府里10年不生，偏偏在雍正大病、康熙考察最紧要的1年，他就生出了全大清最聪明的孩子。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科技狠活？或者说，这个孩子的生母身份本身就是雍正给康熙编织的一个巨大谎言？有的史料说，乾隆的生母其实是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个丑陋宫女，外号叫李丑女。雍正为了面子，为了让这孩子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出身，才把这孩子记在了名门之后钮祜禄氏的名下。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洗白背景。
为了让这个最具潜力的接班人能顺利接班，雍正不得不给他包装一个高贵的血统。这就好比您明明是从小作坊出来的，为了上市，非得给自己套个名校毕业、名企背景的皮。这种身世的迷雾，其实给钮祜禄氏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您看他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那种眼神不是单纯的母爱，而是一种如履薄冰的敬畏。这孩子是他的保命符，也是他的催命鬼。他得在这深宫里守住那个不能说的秘密。而对于小弘历来说，他从小接触到的就是这种模棱两可、半真半假的环境。他得拼命表现，拼命的去学满文、学射箭，其实都是为了向康熙、向天下人证明，我是爱新觉罗家的种，我比谁都纯正。这种由于身世自卑带来的补偿心理，最后造就了乾隆那种极其自负、极其爱显摆的性格。他在每一幅古画上盖章，他在每一座园林里题字，这哪是雅兴啊？这分明是在这大好河山的每一个角落里，疯狂地刻下自己的名字，以此来对抗内心深处那种对自己血缘的怀疑。咱们再回头看看这祖孙三代的互动。康熙爷后来是真的喜欢这个孙子，甚至把他带到宫里亲自抚养。每当康熙抱着弘历，夸着孩子服过其父的时候，雍正是在一旁笑，还是在一旁惊出一身冷汗？这在职场里就是最经典的隔代培养。老董事长看中了你带出来的项目经理，直接越级提拔。这时候，作为中间层的你，既感到欣慰，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恐惧，因为你发现你的地位不是靠你自己稳住的，而是靠你手里这个作品的优秀。这种亲情的物化是皇家最深沉的悲哀。钮祜禄氏在这场身世博弈里扮演的是一个沉默的合伙人。他不问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从肚皮里爬出来的，他只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命、他的尊严、他未来几十年的荣华全系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了。他开始在那幽深的后院里教导孩子怎么去讨好爷爷，怎么去避开父亲的雷区。这种母子关系更像是一场战友般的共生。每当夜深人静，他看着睡熟的弘历，会不会想起那个在海宁陈家后花园里哭泣的女孩？会不会想起那个可能在某个荒郊野岭被处理掉的真相？这紫禁城的风，吹过几百年的红墙，里头藏着多少这种烟杂却又无奈的秘密？所以说，这身世之谜其实就是大清权力交接的一块遮羞布。大家伙儿都心照不宣，只要这大清江山能传下去，只要这盛世能延绵，谁是谁生的，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雍正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政治赌博；对于乾隆来说，这是一场一辈子都要去消解的心理阴影；而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这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段谈资。可您各位得从中悟出一个理儿来，在那些顶级的利益面前，真相往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大家要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要的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接班逻辑。谁要是非得去捅破那层纸，谁就是这职场里最大的傻子。话说这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有时候真就系在一个10来岁娃娃的一颦一笑上。聊完了那乾隆身世的重重迷雾，今儿个这第5回，咱得把这戏台子搭到康熙61年的避暑山庄，聊聊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甚至决定了雍正爷能不能顺利转正的顶级职场面试。这时候的康熙爷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家了，当了60年的皇帝，什么样的人精没见过，什么样的高级博弈没玩过。可老人家到了晚年，心里的那块疙瘩，不是那不争气的儿子们，而是这大清朝的第3代，到底有没有个能挑大梁的接班人？这就好比一个大集团的老董事长，瞧着底下那几个副总裁斗得乌烟瘴气，心里寒透了。这时候他最想看的
是这集团孙辈里头有没有个聪明伶俐、能守住家业的小老虎。雍正那是何等聪明的人啊！他太知道老爹这点心思了。于是，在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他诚惶诚恐地请老皇帝去他的圆明园狮子林坐坐，顺嘴提了一句：“您那孙子弘历长这么大，还没正经给皇爷爷磕过头呢。”您细品这个顺嘴提一句，这在职场里叫不经意间的精准公关。雍正这时候的心里，那是揣着20只兔子，砰砰乱跳。他把弘历推出来，那是押上了全家的性命和前途。这一天，狮子林里头那是微风拂面，水波粼粼。康熙爷放下茶杯，刚想眯缝着眼歇会儿，就瞧见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眼神清亮的跟山泉水似的小少年，不卑不亢地走上前来，扑通一声跪倒，那头磕得实诚，声音也清亮。康熙爷定睛一瞧，这一瞧不要紧，老人家那颗冰封多年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烫了一下。小弘历那时候才12岁，可在那位威震四海的祖父面前，竟然一点不怯场。康熙爷问他书读的怎么样，他张口就来，背的是经史子集，讲的是治国理政，关键是那股子精气神，透着一股子爱新觉罗家少有的阳光和自信。康熙那些儿子们一个个被权斗折磨的阴沉内敛，唯独这小孙子像是一块没被污染的璞玉。康熙爷当时就愣住了，他放下手里的烟袋锅子，竟然亲自离座，走到弘历跟前，仔细打量这孩子的面相。老皇帝那一辈的人都信命，他瞧着这孩子天庭饱满，那眼神里藏着一股子英武气，最难得的是那份少年老成里的灵动。老人家转过头，深深地看了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雍正一眼，那眼神里头有惊讶，有赞许，甚至还有一丝丝羡慕。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产品发布会大获全胜。雍正这辈子没被他爹这么肯定过，可今天靠着儿子这出色的表现，他第一次感觉到老皇帝看向自己的眼神里多了那么一星半点儿的温度。这种隔代亲其实是康熙在绝望中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心里大概在想，老四这人虽然刻薄了点，可他能教出这么好的儿子，说明这家庭教育没偏，这大清朝交到这一只手里，后继有人啊。接下来的事儿就更有意思了。康熙爷竟然下了一道旨意，要把弘历带回宫里亲自抚养。您各位得明白，这在皇家意味着什么？这叫钦点接班人。在那个时候，这就等于是给了雍正一张最硬的准考证。弘历进了宫，住在了康熙的身边，老皇帝吃饭的时候让他陪着，批阅奏折的时候让他看着，甚至去木兰秋险围猎的时候都要亲手教他射箭。有一回，弘历在那围场上表现得异常勇敢，面对大熊竟然面不改色。康熙爷高兴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了一句：“这孩子服过其父。”您听听，这话传到那些正斗得你死我活的皇子耳朵里，简直是平地起惊雷。老八、老九那些人原本还想在那儿看雍正的笑话，结果这一下全给镇住了。大家伙儿都明白，雍正这回是靠着儿子，硬生生的在这场夺嫡战里抢占了高地。咱们再深挖一层，这种隔代面试背后的心理逻辑。康熙爷这一辈子被太子胤禛伤得太深，被那些争权的儿子们气得够呛。他晚年最怕的是什么？是孤独。他在弘历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看到了那种还没被权力扭曲的纯真。而对于弘历来说，这不仅是爷爷的疼爱，更是他人生中第一场残酷的职业选拔。他得在那深宫里，在无数双嫉妒的眼睛底下表现得完美无缺。他不能哭，不能闹，不能有半点孩子的任性。这种压力是一个12岁孩子本不该承受的。可您瞧瞧，
乾隆这辈子为什么那么爱显摆？为什么那么自恋？其实根子都在这儿。他在最需要母爱、最需要玩耍的年纪，被推到了权力的最前沿，去扮演一个完美的接班人。他必须时刻保持那种天选之子的姿态，才能换来祖父的垂青和父亲的地位。这叫高压下的自我异化。乾隆那一辈子的戏瘾，其实都是在补那几年在爷爷面前演戏的课。而对于那个躲在狮子林阴影里的钮祜禄氏来说，这段日子才是真正的煎熬。儿子被带走了，进了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紫禁城，他这个亲妈连见一面的机会都少了。他每天在王府里烧香拜佛，祈求的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这孩子千万别说错话，千万别惹了老皇帝的不痛快。他心里清楚，这孩子现在不仅是他的儿子，更是雍正夺取天下的最后一枚筹码。如果弘历表现得不好，或者出了什么差错，那他和雍正乃至整个王府都会瞬间跌入万丈深渊。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博弈，让他在那几年里老得特别快。可这就是皇家儿媳妇的宿命，你想要那份尊荣，就得受这份剜心的罪。终于，康熙61年的冬天，老皇帝在畅春园驾崩了。那是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当雍正拿着那份备受争议的遗诏登基的时候，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这皇位来的正不正。可这时候，有一件事是谁也反驳不了的，那就是康熙爷临终前对弘历的宠爱。大家伙心照不宣，皇上选老四，不光是因为老四能干，更是为了保住那个被他亲自带大的好孙子。这就是雍正最高明的一招，他用一个孩子的优秀，化解了所有关于他篡位的流言蜚语，给自己的皇位贴上了一张为了长治久安的合法标签。这在职场里就叫利用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实现个人晋升。您各位瞧瞧，这哪是简单的爷爷看孙子，这分明是一场关于权力、关于传承、关于人性的惊天大戏。康熙的慈，雍正的算，弘历的秀，钮祜禄氏的忍，这四种情绪凝在一起，才成就了大清朝最后100年的余晖。这场狮子林里的隔代面试，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却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咱们今个聊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宫廷里的事儿，其实跟咱家里培养孙子、应付老板的事儿也没什么两样？全看您能不能踩准那个点，能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拿出那个让人没法拒绝的王牌。话说这自古开国容易守城难，可要说这天底下最难当的差事，莫过于这大清朝接班的第一张龙椅。康熙爷在畅春园驾崩，风雪里头传位给了咱这位心思细如发、手段狠如虎的雍正爷胤禛。按理说，这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当了公司的董事长，头一件事儿得是敲锣打鼓，阖家欢庆吧。可这雍正爷登基的头1个礼拜，过得那叫一个心惊肉跳，不是因为外头那些个不服气的兄弟，而是因为自家永和宫里那位亲娘老祖宗德妃乌雅氏。这母子俩在灵堂前的那场肉搏战，那真儿是把这皇家的人伦情分撕了个稀碎，也给咱这大清朝的职场博弈留下了个最苦涩的注脚。您各位闭上眼想想，灵柩前头白晃晃的一片，哭声震天，可这新皇帝跪在那儿，后背发凉，因为他的亲妈正当着全天下文武百官的面，要给他这个新董事长一个最响亮的下马威。这德妃啊，那心气儿高的没边了。康熙爷一走，按规矩他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该搬进慈宁宫享清福了。可这位老太太硬是梗着脖子坐在永和宫那把旧椅子上，死活不动窝。雍正带着百官去请安，又是跪又是叩，嘴皮子都磨破了。老太太就一句话：这皇位本来就不是你的，我这当妈的受不起这份礼，
我也没那个福气当这个太后。这话要是传出去，那新皇帝的合法性不就全泡汤了吗？这就好比您辛辛苦苦干到了总经理，全公司开大会呢，您亲妈站出来说这位置是您偷来的，您这脸往哪搁？德妃这一招不配合、不搬家、不穿朝服的三不政策，其实是这宫廷职场里最狠的冷暴力。他不是在闹脾气，他是在为他那个远在西北还没赶回来磕头的小儿子14阿哥争一口气，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向这个他从小就没捂热过的大儿子宣战。咱们得盯着那灵堂里的一个小细节，雍正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金砖，双手颤抖着捧着那身明黄色的太后袍服。那袍服上的金线在烛火底下晃眼得很，可德妃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在那儿抹撒着14阿哥小时候穿过的一件旧肚兜。这种视而不见，是人世间最冷的刀子。雍正那时候的心里，怕是恨不得把这地砖都抠碎了。他这辈子求的就是个名正言顺，求的就是老妈的一个点头。可老太太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把他钉在不孝的耻辱柱上。这种博弈已经不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两颗扭曲的心在互相放血。雍正那时候表现得越是诚恳，越是卑微，其实骨子里那股子疯狂的报复心就烧得越旺。他心里明白，既然这母爱求不来，那就只能用皇权的威压，把这最后一点亲情给生生勒死。接下来的戏码就更炸裂了。德妃见这大儿子软硬不吃，竟然使出了绝食这一招。老太太一天没吃饭，2天没喝水，永和宫的小太监们吓得魂飞魄散。雍正就在门外跪着，一口饭也不敢吃。这一场母子对峙，其实就是一场关于谁比谁更狠的肉搏。德妃想用自己的命换天下人对雍正的唾骂，雍正想用自己的耐心换取老太太最后的妥协。您说这哪是亲母子？这分明是2个顶级的职场杀手在近身格斗，每一招都奔着对方的命门去。最后还是雍正先沉不住气了，他不是心软，他是怕。他怕这老太太真要是死在登基头几天，他这皇帝就真的坐不稳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的决定，他把那个被软禁的14阿哥，也就是德妃的心头肉，作为筹码摆在了桌面上。那种威胁是无声的。雍正传旨，让14阿哥从边疆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可进城不准回家，直接拉到灵堂。14阿哥一进灵台，还没见着老娘的面，就被雍正派去的亲信按在那磕头，连话都不让多说一句。德妃隔着窗帘子瞧见小儿子那憔悴的样，那心像是被热油烹了一遍。他明白，这大儿子疯了，他不仅要当皇帝，他还要当这家里唯一的主人。如果你这当妈的不低头，那这个你最疼的小儿子，怕是连命都保不住。这就是职场里最残酷的连坐法。当一个人手里握着你最在乎的软肋，你所有的自尊，所有的坚持，在那一刻都崩塌了。德妃看着那个满眼血丝、一脸阴鸷的大儿子，终于长叹了一口气。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彻底熄了，剩下的全是恐惧。这就是咱要聊的第一个转折。德妃妥协了，可她妥协的方式极其惨烈。在雍正登基不到半年的时候，这位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在永和宫里悄无声息地咽了气。史书上说是病逝，可民间那些个嚼舌根的都说是气死的，甚至是逼死的。咱不看那些野史，咱就看雍正的表现。老太太咽气那天，雍正哭得惊天动地，那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甚至哭到了吐血的程度。这眼泪里头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是演给天下人看的戏？这种报复性尽孝，其实是雍正内心深处极度自卑的体现。他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
他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儿子，哪怕亲妈不待见他，他也要把这排场做到极致。这种心理在现代职场里也不少见，那些平时被领导打压的最厉害的，等领导退休的时候，往往是跳出来夸领导最卖力的，为的就是掩盖那一身的伤疤。可就在这亲妈走了，兄弟翻脸的当口，有一个女人正悄悄地从这权力的阴影里走出来，那就是咱前面聊的钮祜禄氏。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受气的小格格了，她成了熹妃。您瞧瞧这位熹妃的高明之处，在这母子俩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她既没帮着婆婆说话，也没跟着丈夫瞎使劲，她就做一件事儿，消失。她带着小乾隆，也就是那时候的弘历，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不参与任何是非。每当雍正从永和宫受了气回来，一进门看见的是熹妃那张永远平和、永远带着淡淡笑意的脸，还有弘历那朗朗的读书声。这种反差就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治愈。雍正这时候需要什么？他不需要一个指手画脚的军师，他需要一个能让他把那满身的毒气卸下来的港湾。熹妃用他的无为，在这场人伦大戏里，硬是给自己和儿子挣到了一个最稳当的位置。这其实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守拙的智慧。在职场大地震的时候，在老板家里闹翻天的时候，您千万别急着去站队，也别急着去当和事佬。您得像熹妃那样，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把孩子教育好，让自己成为那个动荡环境里唯一的一块净土。只有这样，等尘埃落定的时候，老板回过头一瞧，才会发现只有您是最靠谱的，只有您这儿才是真正的家。雍正对熹妃的敬重，其实打这儿起，就从那碗药的热度，升华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依赖。他发现这个女人虽然出身不显，虽然不爱说话，可她那颗心是定得住的，她能拖得起这大清朝最沉重的秘密。而那个在德妃离世后陷入巨大孤独的雍正，也开始了他那近乎疯狂的铁血13年。他把对母亲的怨，对兄弟的恨，全都化成了手里那支红色的朱批笔。他要在那个名为天下的职场里，证明德妃是错的，证明他才是那个值得被爱、值得被崇拜的唯一真龙。这种动力虽然扭曲，却也强大的惊人。可您各位得想明白，这种建立在仇恨和证明之上的成功，代价又是何等的惨痛。他在深夜里批阅奏折的时候，耳边会不会响起德妃那句“这不是你的皇位”？他看着身边那个越来越像康熙的弘历，心里又在盘算着什么样的传承局。话说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要说这大清朝后宫里头，谁最能活，谁最会活，那还得数咱这位从冷板凳格格一路熬到皇太后的钮祜禄氏。雍正爷在那铁血13年里，把自己烧成了灰，留给乾隆的是个殷实的家底，也留给钮祜禄氏一座孤寂却尊崇到顶的慈宁宫。这当了皇太后，是不是就算到了职场的终点站，可以躺在那儿享清福了？非也，这当太后啊，才是这辈子最考验功力的一场退休返聘。您瞧瞧历史上那些太后，要么是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把儿子当傀儡，最后闹得母子离心；要么是像顺治他妈孝庄那样，操碎了心还得防着儿子犯浑。可咱这位钮祜禄氏，她玩出了一套让古今中外所有婆婆都得竖大拇指的大智若愚守拙法。这时候的乾隆爷，那正是意气风发，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候。他这种性格的人，最反感的就是别人在他耳朵边上指手画脚，哪怕是亲妈也不行。钮祜禄氏那是何等的人精，他在那王府的小院里冷眼瞧了30年，早就把这对父子的脾气摸得透透的。他进慈宁宫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干政，不求情，
不显摆。您细品这个3步，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顾问式退休。他明白，这大清朝的权力只有一份，就在他儿子手里。他要是伸手去摸，那摸到的不是金子，是火炭。所以乾隆来请安，他聊的是哪儿的戏好听，哪儿的饽饽做的地道。乾隆送来稀世珍宝，他就乐呵呵的收下，夸儿子有孝心，绝不问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花了多少银子。这种事是顺着你，但我啥都不知道的态度，反而让乾隆觉得亲妈是这世上最懂他、最不让他设防的人。咱们得盯着乾隆给太后办寿宴的一个小细节，那是太后60岁大寿，乾隆那是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搬到慈宁宫去，排场大的连神仙见了都得眼红。钮祜禄氏坐在上头，看着底下那些个磕头如捣蒜的大臣，看着儿子在那儿亲自舞剑助兴，他那眼神里头没有半点权力的狂热，全是那种老祖母式的慈祥。乾隆问他：额娘，您看这寿礼还满意吗？太后笑了笑，拉着儿子的手说：只要你身子骨硬朗，大清江山稳当，额娘吃咸菜也是香的。您听听，这话说的简直是把情绪价值拉到了满格。这在职场博弈里叫以退为进。他越是表现得无欲无求，乾隆就越是觉得亏欠了亲妈，就越是想把更多的权力和尊荣往他怀里塞。结果呢？乾隆南巡带着他，避暑带着他，甚至连自己选哪个妃子都要去问问他的意思。钮祜禄氏这时候才慢悠悠地吐出1、2句看似家常，实则深意的话：那个女子长得福相，那个女子眼神太火。这一句话就能定了一个后妃的生死。这哪是不干政，这是把正事化在了家常里，玩的那是润物细无声。再瞧瞧这婆媳关系，那更是钮祜禄氏的拿手好戏。乾隆的后宫里，富察皇后是贤良淑德的典范，那是乾隆的心尖子。钮祜禄氏对这个儿媳妇那叫一个宠，她从不摆婆婆的架子去为难儿媳妇，反而经常在乾隆面前夸皇后的好。为什么？因为她明白，儿子爱谁，她就得表现得比儿子更爱谁。这叫战略结盟。只有把儿媳妇拉拢过来，这个后宫才真正是她的地盘。等到后来富察皇后走得早，乾隆伤心欲绝，甚至有点魔怔的时候，是钮祜禄氏站出来，一拍桌子说：皇帝，你得为了江山着想，得立心厚。他给乾隆选了乌拉那拉氏。虽然这第2次选人最后闹崩了，但您得看这过程，乾隆哪怕再混不吝，在立后这种大事上，第一反应还是去听亲妈的。这就是钮祜禄氏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拙换来的信任。他不争，所以全天下都是他的；他不抢，所以儿子什么都愿意给他。这种智慧其实折射出一种极度的心理豁达。钮祜禄氏出身不高，经历过那种冷板凳的苦，所以他特别珍惜这种平稳。他不像德妃那样满腹怨气，老觉得大儿子欠他的；他也不像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主，总想着一招制敌。他玩的是长线投资。他这一辈子活了86岁，熬死了康熙，熬死了雍正，最后连乾隆都快被他给熬成老头了。他成了这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每当乾隆在朝堂上杀伐决断，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只要一进慈宁宫，听到老太太那慢条斯理的念佛声，看到老太太在那儿摆弄花草，他那颗暴戾的心就能定下来。这就是钮祜禄氏的职场价值，他不是决策者，他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理按摩师。咱们再深挖一层，这种进阶课背后的辛酸。你以为钮祜禄氏是真的爱听戏，爱吃饽饽吗？那是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太后，他要是表现出对政治有半点兴趣，乾隆那个多疑的性子，
立马就会让他想起当年雍正和德妃是怎么肉搏的。他是用一种自我矮化的方式在保全自己，他把所有的精明都藏在了褶子里，把所有的算计都埋在了笑脸下。有一回，乾隆南巡到了杭州，想给太后盖一座极其奢华的行宫。钮祜禄氏私下里跟乾隆说：“儿啊，你有这份新额娘就知足了，银子还是省下来给百姓修水利吧。”乾隆一听，感动的眼圈都红了，立马下旨表彰太后的圣德。可您咂摸咂摸，这行宫真盖了，太后一年能住几天？反倒是这名声留下了，乾隆的孝心也坐实了，母子俩的感情又加了一把锁。这叫放弃小利，收割大利。这其实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难得糊涂。在职场的高位上，在复杂的家庭关系里，最难的不是看清真相，而是看清了真相之后还能装作没看见。钮祜禄氏就是这个装糊涂的顶级高手。他看着乾隆把和珅宠上天，他不说话；他看着乾隆因为写诗闹笑话，他不说话；他看着乾隆为了那个香妃闹得后宫鸡犬不宁，他还是不说话。他只在乾隆最需要一个台阶下的时候，轻轻递上一只手。这种分寸感，这种拿捏的死死的火候，才是大清后宫真正的进阶神功。所以说，这钮祜禄氏的后半辈子活成了一部活着的处世教科书。他告诉咱们，真正的成功不是你手里握着多少权，而是你身边的人有多少离不开你。他用那种看似卑微的手拙，赢得了大清朝整整40年的安宁。当他最后在那年冬天安详闭眼的时候，乾隆哭得比当年雍正还要惨。那是真的疼，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最后一个能让他完全放松、完全信任的人走了。话说这人世间最难求的是个全字，可最杀人的也偏偏是个全字。聊完了钮祜禄氏在那慈宁宫里如何靠着装糊涂修成了正果，今儿个这第8回，咱得把这紫禁城的画卷往最亮堂也最扎心的地方抖搂抖搂。咱聊聊乾隆爷这一辈子心尖上的那个人，那位被全天下读书人夸成女中尧舜的富察皇后。这完美2字，搁在平常人家是福气，可搁在皇家职场里，那简直就是一套沉重的能把人骨头压碎的金枷锁。富察氏这位姑娘出身满洲镶黄旗，那是真正的名门闺秀。16岁那年被雍正爷一眼相中，只给了弘历当正妻。那时候的雍正看重的不光是她的家世，更是她骨子里那股子沉稳、大方、不争不抢的劲儿。雍正这是给未来的守成之君选了个最稳当的财务总监加后勤部长。可您细品，当一个女人被全天下都嫁到了模范员工的位置上，她的日子还能过得舒坦吗？咱们得盯着长春宫里头一个极细微却让乾隆记了一辈子的细节。按理说，这当皇后的那得是珠光宝气，恨不得把整座金山都顶在头上。可这位富察皇后呢，她平时不爱那些个金玉珠翠，头上戴的是什么？是通草绒花。这种花虽说颜色鲜亮，可那都是拿绸子、绒线拧出来的，搁在寻常百姓家也就是个新鲜物。乾隆南巡带回来的那些个稀罕玩意儿，他转手就赏了底下的嫔妃，自己在那儿缝缝补补，还亲手给乾隆缝过一个装鹿尾绒毛的荷包。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极致的成本控制和高阶的职场人设。他太聪明了，他知道乾隆这个人心气儿高，爱虚名，更知道公公雍正临终前最怕的就是子孙后代骄奢淫逸，所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招牌，一块刻着勤俭持家4个大字的御赐牌坊。他每天早起请安，那仪态端庄的像从画里走出来的，连每一根头发丝的走向都得合乎规矩。这种完美假面其实是他给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火墙，可这墙越高，
里头那个原本鲜活的女孩子也就死得越透。咱们再深挖一层，这完美背后的肉搏战。乾隆当了皇帝后，那是出了名的任性，一会儿要下江南，一会儿要修大园子，满朝文武谁劝都不好使。这时候唯独富察皇后能说上两句，可您瞧瞧她是怎么劝的。她从不大声嚷嚷，也不像那些魏征似的谏臣那样死谏，她就是在那儿温温柔柔的给乾隆剥一个橘子，或者在他批奏折批累了的时候，轻轻揉揉他的肩膀，顺嘴提一句：皇上，昨个臣妾看账本，发现西北那边的灾民还等着放粮呢，咱这圆明园的工程能不能先缓一缓？乾隆一听，心里舒坦啊，觉得这才是懂我的女人。这在博弈里叫情感绑架式的管理。他把自己变成乾隆不可或缺的心理拐杖，让乾隆觉得只要有他在，自己就是那个英明神武的圣君。可您各位想过没有，为了维持这根拐杖的稳当，富察氏得受多大的委屈？后宫那些个不安分的嫔妃，这个闹肚子疼，那个耍小性子，全是他在那儿和稀泥，当和事佬。他得像个救火队员一样，随时随地去扑灭乾隆身边的那些个小火苗。这种强度的精神内耗，谁能扛得住一辈子？更扎心的是这接班人的诅咒。富察氏给乾隆生了2个儿子，永琏和永从。乾隆那是爱的不行，早早就把永琏的名字写进了传位密旨。可这老天爷就像是跟富察氏开玩笑，这2个孩子，一个9岁没了，一个还没满2岁就因为天花夭折了。您各位闭上眼想想，那是一个母亲啊，连这2个亲生骨肉从怀里给挖走了，那心该碎成什么样了？换做一般的女人，怕是早就哭得昏天黑地，不去管什么劳什子皇后规矩了。可富察氏不行，她是女中尧舜，她是全大清的母仪天下。孩子没了，她还得抹干眼泪，穿着那身沉重的朝服，去安慰同样悲伤的乾隆。她得在那儿说：皇上，您得保重龙体，大清还有千万百姓呢。这种把母性生生掐灭，只剩下社会属性的场面，才是这紫禁城里最残忍的一幕。她不仅是在当皇后，她是在把自己当成祭坛上的祭品。为了乾隆的盛世，为了富察家族的荣华，她不能崩溃，不能失态，甚至连痛痛快快哭一场的权利都没有。咱们再盯着那个导致她香消玉殒的细节，济南的那场大雨。那是乾隆13年的冬旬，乾隆非要带着大病初愈，还没从丧子之痛里走出来的富察皇后去泰山祭天。为什么非要带她？因为乾隆需要这份夫唱妇随的完美画面。在泰山顶上，风那么大，雨那么急，富察氏就那么顶着虚弱的身子，陪着乾隆在那儿演这一出盛世大戏。等到了济南，他实在是熬不住了，在那艘摇摇晃晃的官船上，这位37岁的皇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临终前，她竟然还在担心自己的死会不会冲了乾隆驯兽的兴头。这哪是爱啊？这分明是由于长期的职场打压和自我阉割养成的一种近乎病态的顺从。她这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符号，活成了一面镜子，唯独没活成她自己。富察皇后一走，乾隆就像变了个人。他在京城里发了疯似的办丧事，因为一个皇后的丧礼不合规矩，杀了一大批官员，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打要杀。很多人说这是乾隆情深意切，可咱得从这职场博弈的逻辑里看真相。乾隆这不是在疼老婆，他是在疼那个完美的幻影。富察氏在的时候，他是他的挡箭牌，是他的遮羞布，是他所有任性背后的那份理直气壮。现在这块牌子没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面对那些个繁琐的家事，那些个心机深重的嫔妃，他慌了。他的那场大闹丧礼，其实是在宣泄一种失去好员工的愤怒。
他怀念富察氏，是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不计成本的为他提供情绪价值，不露痕迹的帮他收拾烂摊子。这其实就是咱现代职场和家庭里最让人心酸的事儿。多少老姐姐一辈子在家里当那个贤内助，把老公伺候得舒舒服服，把孩子拉扯得有模有样，自己省吃俭用，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大家都夸您能干，夸您懂事，可等您哪天真累倒了，那个习惯了被您伺候的男人，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心疼您的辛苦，而是抱怨这日子怎么变得这么乱套。富察氏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好人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别人觉得他受苦都是理所应当的程度。这种职场道德绑架才是这世界上最难解的毒药。乾隆后来写了几百首诗怀念富察氏，甚至在老得走不动路的时候还要去他坟前坐坐。可您各位得想明白，这种怀念其实是对自己青春和盛世的一种自我感动。他爱的是那个永远留在了37岁，永远不会跟他顶嘴，永远能包容他所有缺点的那个影子。而那个活生生的在深夜里因为想念儿子而哭湿了枕头的富察氏，早就被这紫禁城的规矩给活埋了。话说这世间的事儿，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谁也别想占全了便宜。聊完了那富察皇后像一盏耗尽了油的冷灯，生生把自己熬干在济南的官船上，留给乾隆爷的是半辈子的念想，也留给这大清朝后宫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当一个男人身边那个最能管束他、最能让他心安的财务总监兼精神导师没了，他这接下来的日子得怎么折腾？这乾隆爷啊，打这儿起就像是脱了缰的野马，他那心里憋了30年的叛逆劲儿，借着散心的名义，全在那南巡的路上一股脑喷发出来了。今个这第9回，咱不聊那些治水修庙的功绩，咱就盯着那下江南的小龙船，聊聊乾隆爷是怎么在那烟雨朦胧的秦淮河畔，跟亲妈钮祜禄氏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母子权欲博弈。这乾隆南巡，名义上是考察水利、体恤民情，实际上您各位心里都明白，那是这位实权老人想去外头透透气，找找那紫禁城里头给不了的新鲜感。您瞧瞧那船上的阵仗，鸡笼大旗迎风展，两岸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可乾隆爷的心早就不在那些个谢恩的折子里了，他盯着的是岸边那些个杨柳依依，想的是那些个身段妖娆、说话像百灵鸟一样的江南女子。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成功人士的中年危机兼出差时放纵。他在家里被富察皇后的完美压得太久了，被雍正爷留下的勤政家法勒得太紧了。现在这老头子想给自己放个假，想去尝尝那带刺儿的野玫瑰。可您别忘了，这大船上还坐着一位定海神针呢，皇太后钮祜禄氏。老太太这时候已经是高龄了，可那眼睛读着呢。她坐在舱里，听着外头那秦淮河上的丝竹声，闻着那脂粉气顺着水风飘进来，她那眉头就没舒展开过。咱们得盯着这母子俩在那行宫里的一场暗战。话说到了杭州，乾隆爷那是玩疯了，白天穿着便服去西湖边溜达，晚上就传唤那些个名伶唱曲。有一回，乾隆非要带个民间的女子回宫，甚至还动了要给名分的念头。这消息传到太后耳朵里，老太太正拨弄着念珠的手戛然而止。您各位细品这个瞬间，太后没叫人去把乾隆拎回来，也没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皇帝下不来台，她只是把乾隆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叫过去，淡淡的问了一句：皇上昨个歇的晚，那西湖的冷风没扑着圣体吧？这在博弈里叫敲山震虎。他是在告诉乾隆，你干的那点荒唐事，额娘心里跟明镜似的，别以为出了紫禁城就没人管得了你。可乾隆这时候正上头呢，
他觉得我都当了这么多年皇帝了，我想那个妃子怎么了？于是他梗着脖子，甚至跟太后顶了几句嘴。这种叛逆期的迟到爆发，其实是他在试图通过破坏规矩来确认自己权力的绝对边界。这时候，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太后见硬的没用，干脆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跟乾隆说，既然皇帝喜欢这江南的景，喜欢这江南的人，那额娘年纪大了，身子骨受不住这江上的潮气，想先回京城去静养。乾隆一听这话，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太后要是独自一人负气回京，那全天下人会怎么说？那不孝的帽子，乾隆这辈子也摘不掉。他最在乎的就是那个孝子的人设，这是他统治合法的根基。这就好比您在公司里跟老董事长吵架，老董事长说这活我不干了，名声全留给你，您敢接吗？乾隆立马就怂了，他又是下跪又是请罪，亲手把那些个江南女子的名册给烧了，还连夜写了长篇大论的自省书。这哪是母子情深啊，这分明是两个顶级权力拥有者在进行一场名为道德的肉搏战。太后用她的示弱和离开，精准的拿捏住了乾隆的软肋。你可以风流，你可以荒唐，但你不能毁了咱这一家子的职场信誉。但这事儿没完，乾隆心里那个憋屈啊，得找个出口。于是倒霉的就成了那位新继位的乌拉那拉氏皇后。这位皇后性子直，没学到富察氏那种绵里藏针的本事，在那次南巡的船上，因为劝阻乾隆跟那些女子鬼混，竟然当众剪了自己的头发。在满人的规矩里，剪发那是国丧或者是家里老子娘没了才能干的事儿，这简直是当面咒乾隆死，也咒太后死。太后一看这架势，心里的火也压不住了，她觉得这儿媳妇太不懂事，不仅没帮自己管住儿子，还把这事儿闹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于是在那幽暗的官船底舱，太后跟乾隆达成了一个默契，废掉这个不识大局的女人。这一局，太后赢了控制权，乾隆输了脸面，而那个试图维护规矩的皇后，成了这场权力碰撞中最惨烈的牺牲品。咱们再深挖一层，乾隆那种近乎疯狂的南巡，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失落的自我。他在每一处名胜古迹题字，其实是在用墨迹去覆盖那种身世不明、前路迷茫的焦虑。他在江南的风月里沉沦，其实是在报复那个曾经在爷爷康熙面前装得完美无缺的神童自己。他想告诉所有人，尤其是告诉那个死去的严厉的爹雍正，瞧瞧，我不像你那样把自己活成一根枯木，我也能活得风风火秋，我不仅能治国，我还能玩出花来。这种心态在咱们现实生活里，不就是那些大半辈子都活在父母期望里的成功人士，到了50来岁突然要买豪车、换小三、玩失踪的心理根源吗？这叫补偿性心理崩溃。乾隆的南巡，就是他给这一辈子沉重的皇冠买的一场巨大的、昂贵的单。而太后钮祜禄氏在这个过程里表现得像是一个最老练的风险控制官。他不赌这股洪流，他只是在那洪流快要冲破大坝的时候，轻轻拨一拨水流的方向。他允许乾隆挥霍，允许他显摆，只要这些事儿不伤及爱新觉罗家的根本名声，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管理方式，让乾隆虽然在外面玩得欢，但心里始终拉着一根弦。他知道，只要回了京城，只要进了慈宁宫，他还是那个得给额娘端茶倒水的孝顺儿子。这种权力的回归感，才是太后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保住了自己在乾隆朝长达40年的特殊地位。他不是靠权力去压制儿子，他是靠那种只有我能容忍你的荒唐的共谋关系，把自己和皇帝紧紧捆在了一起。这其实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
管孩子、管老公，千万不能管得太死。您得留出一点缝隙让他去折腾，只要他知道回家的路，只要他知道谁才是最后能拉他一把的人，他就永远翻不出您的五指山。乾隆那6下江南，耗尽了国库的银子，也耗尽了百姓的耐心，但在太后看来，只要这母子俩没撕破脸，只要这权力没旁落，这出戏就得接着唱下去。这种从人伦情分到政治同盟的升华，才是大清盛世底下最阴暗也最坚固的基石。所以说，这南巡路上的风流债，其实是一笔最复杂的账。乾隆在还他青春的债，太后在收他权力的息，而那个已经入土为安的富察皇后，成了这江面上最远的一抹残阳。咱们接个聊这一段，是想让大伙儿瞧瞧，这顶级的权力博弈，往往不在朝堂上的争论，就在这一桌饭、一艘船、一个眼神之间。您得学会看这弦外之音，得学会在这风流韵事里头听出那骨肉相残、母子相杀的冷兵器声。话说这天底下的宴席，甭管那是摆在琼楼玉宇，还是草棚瓦舍，总有个曲终人散、蜡炬成灰的时候。咱这大清朝最长的一出戏，从康熙爷的狮子林面试，到雍正爷的铁血13年，再到乾隆爷这60载的春华秋实，终于是走到了这夕阳残照、老态龙钟的关口。这第10回，咱得把这紫禁城的窗户根底下那最后一点亮给掐灭了，聊聊这权力的毒瘾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活了89岁、自诩实权老人的乾隆爷，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露出了那副最难看也最让人唏嘘的贪婪相。这乾隆爷占着皇位60年，那是赶上他爷爷康熙的记录了。为了表示自己不敢逾越祖宗，他当众许愿，说到了60年就传位。可您得明白，这男人对权力的瘾，有时候比那大烟膏子还难戒。到了乾隆60年，这全天下的人都盯着这位老爷子，看他是真撒手，还是在那儿演空城计。那一年的元旦，禅位大典定在太和殿举行。您各位细品那个画面，老乾隆穿着那身已经洗得发白，却依旧威严无比的龙袍，坐在那把高高在上的金漆雕龙宝座上，底下跪着的是他的接班人，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于衍。这嘉庆爷这时候已经不小了，30多岁的人，在亲爹面前还是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时候最扎心的一幕来了。按规矩，乾隆得把那方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交给新皇帝。这玉玺是什么？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公司的法人章，是公章，是那最后的一道确认键。老乾隆把那沉甸甸的玉玺拿在手里，那一刻，他的手竟然开始剧烈的颤抖。这种颤抖不是因为老年的中风，而是因为他心里的那根弦绷断了。他看着底下那个低眉顺眼的儿子，再看看手里这方掌控了60年的石头，他突然往后缩了一下。这在博弈里叫临门一脚的权力反弹。他那眼神里哪有一丁点儿传承的慈爱，全是那种这东西给了你，我就什么都不是了的惶恐和不甘。最后还是旁边的太监看不过去了，大着胆子，几乎是从这位快90岁的老爷子手里把那玉玺给请了过来，递给了跪在底下的嘉庆。嘉庆接过玉玺的时候，头埋得低低的，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他明白，这玉玺虽然到了手里，可那权力还在太上皇的胳肢窝底下夹着呢。这就是咱要聊的这大清朝最畸形的一段职场关系——训政。乾隆虽然名义上退位了，可他搬进宁寿宫了吗？没有，他还是住在养心殿。他不仅住在那儿，他还没完没了的接见大臣，没完没了的批阅折子。凡是嘉庆批过的折子，他都得拿过来再过一遍，动不动就当众训斥嘉庆，这事儿办得不妥，你还得跟额爷多学学。这哪是带徒弟，
这分明是老董事长退而不休，天天坐在新 CEO 的办公室里，盯着人家发邮件、打电话，甚至连人家喝什么咖啡都要管。嘉庆这3年的实习期，那过得叫一个生不如死。他每天早晨3点就得起来伺候乾隆洗漱，乾隆在那儿念叨和珅的好，他就得在那儿点头称是。这种权力的活死人状态，是对一个成年男性自尊心最残忍的凌迟。咱们再深挖一层，这种垂帘听政背后的特殊癖好和利益勾连。乾隆晚年最离不开的人是谁？不是他的儿子嘉庆，而是那个长得漂亮、说话好听、办事利索的和珅。为什么乾隆死活不放权？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闭眼，和珅这种贪官之王就得被清算，而一旦清算了和珅，他乾隆爷那一辈子的实权武功，那种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就会被定义为乱政。他在保和珅，其实是在保他自己的面子工程。这种职场上的私相授受，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当成了自己名声的陪葬品。乾隆在那儿昏昏沉沉的坐着，和珅就在他耳边轻轻传话，那些个国家大事就在这一老一少的窃窃私语中给定了。底下的嘉庆呢？他就像个木偶一样坐在旁边，听着那些祸国殃民的决定，还得在那儿强颜欢笑的鼓掌。这种权力的极度扭曲，其实折射出乾隆内心深处那种深不见底的虚无。他活得太久了，久到他的老战友、老部下，甚至连他的亲妈钮祜禄氏都进土了。他成了这紫禁城里最尊贵也最孤独的鬼。他只能抓着权力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来证明自己还没死。这种心理在现代职场里也比比皆是。那些个白发苍苍的老板，宁可把公司折腾得快破产了，也不肯把印章交给有能力的接班人，总觉得没我不行。其实哪是没你不行啊，是你离了那个位置，你就不适应这个世界了。乾隆爷的最后3年，大清朝就像是一艘外表刷得鲜亮，里头却全是白蚁的破船，在那盛世的余晖里摇摇欲坠。白莲教起义在南边烧得火热，乾隆爷在那儿听着前方报上来的大捷假消息，乐得合不拢嘴。嘉庆在旁边看着那些带血的战报，心里在滴血。这种父子共治的闹剧，其实是这一场100年博弈最荒诞的收尾。他告诉咱们，最难的博弈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那个舍不得放下的自己。嘉庆4年的正月初3，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戏终于是演到了头。乾隆爷在那张他坐了60多年的龙榻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他咽气的那一刻，手还死死地抓着床沿儿，仿佛还想从这大清江山上再抠下一点什么。等到他的手彻底凉透了，松开了，跪在床边的嘉庆爷，那一脸的悲戚瞬间就冷了下来。他站起身，第一件事不是哭丧，而是传旨查封和珅府邸。这一巴掌不仅扇在了和珅脸上，更像是扇在了刚刚咽气的乾隆脸上。这就是皇家的现实，你活着的时候是天，你一走，你留下的那些个宝贝疙瘩，就是别人眼里的垃圾。乾隆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构建他的实权盛世，可这盛世在他闭眼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雪崩般的坍塌。这就是咱这10回大戏的终曲。从康熙爷的宽仁，到雍正爷的冷峻，再到乾隆爷的浮华，这祖孙3代人用100多年的时间，给咱演活了一部中国历史上最高阶的权谋与伦理教科书。咱们瞧见了亲情的撕裂，瞧见了职场的厚黑，瞧见了那一碗药、一封信、一个眼神背后的万丈深渊。这紫禁城的红墙挡住了外头的风沙，却挡不住里头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咱们今儿个聊完这最后一幕，其实想跟大伙儿交个底，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盛不衰的权势，哪有什么永不落幕的英雄。所有的算计最后都得还给时间，所有的风流
最后都得归于尘土。这乾隆爷到最后是真的赢了吗？他占尽了天下的便宜，可他丢了作为父亲的慈爱，丢了作为一个君王的担当。他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家底，让嘉庆这个接班人背了一辈子的锅。咱们看这历史爆料，不是为了图个嘴痛快，是为了在这些个老祖宗的错处里，给咱自己的生活找个避雷针。这人呐，得学会舍，得学会放，得学会在该离场的时候，给后辈留个干净的背影。这大清朝的烟云散了，可这人心的博弈，怕是还要在这一辈又一辈的人里头没完没了的演下去。